陆游啊有一个词啊，就是零落成泥啊，碾作尘。好多明星的命运，你被人踩在脚底下，你有过那样的时候？朦胧一好，就乖乖孩那种。您觉得谁是不用动，老师也会不自觉注意到他的？于朦胧啊，那于朦胧就是个受保护体质，因为你要保护他，不想受到伤害，就是要站在那儿就可以了。所以他原来是一幅古典油画，来到追光这个舞台上，我们一定要把于朦胧这个古典油画变成动画就好了。但是小宝就挺可爱的嘛。那个时候有很多身边的人会在朋友圈发说，哎，太子妃这个剧怎么着，还挺好看，好搞笑啊，剧组怎么样，我就会意识到，哎，他们在看我演的戏，就是觉得哇红了，就是有一种特别真切的红的感觉，有一种当演员被认可的感觉吧。你说考到这种艺术院校，我有时候都觉得挺难受的。其实，能有说实话，章子怡能有几个呀？但是你说问题是，全也是同班同学，你说这个大家还在一块儿，还很多情况下，如果一般有几个特别红的，聚会他们就不来了。那确实，那可以想象啊。对我原来我是觉得第一次意识到特别影视圈特别残酷，是我有一次去探班，我就发现这个红的和不红的吃的盒饭什么的都不一样，我就觉得红的基本上不吃盒饭。你接触的还是中低档的演员嘛？对，小演员。但是然后这个红的可能有 A、B、C 三个 T 什么背后的替身，远景的替身，不红的都是男女主角啊，不红的就在那儿不断的光着膀子排练。更明显的是化妆间，你看我刚来，你看文涛老师就很好，说汪老师你先，我化，那红的就是他有单独的化妆。对不起，我们就一屋，我们还只有一个化妆师。对，这个单独化妆间已经不算什么了。好莱坞什么每个红的明星一辆车嘛。一辆化妆车里面保姆啊、助理啊，什么都有。我听一个娱乐产业的经纪人说，哈，刚方舟提到的什么吃特别的饭、化妆间什么，从那个经理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叫什么投资？为什么投资呢？除了保护你，让你专心培养情绪，弄得美美的、得体的出场，还有什么呢？更好玩的，心理上给你一个诱因，你想继续享受这样吗？那你好好干。你要听我话，我排什么戏，去什么记者会。当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回不去了，回不了头，你不能放开啊，不能放开。这同样在很多行业，这种投资策略都有的。香港有一家很出名的吃鲍鱼的店，那家老板告诉我说，当他在那边看到哪个厨师或者说哪个服务生啊，是可以栽培的，看起来你礼貌周周，香港话就好醒目啊，很醒目啊！一看眉精眼气的，看到谁招呼哪个客人呢？他做一件什么事啊？他要买一双最漂亮、最贵的皮鞋，皮鞋送给那个服务生，给他，来你穿这个吧，站得舒服什么？然后他除了对你感恩呢，他享受过好的东西，他回不去了，他没办法跳去其他店，或者说也不敢。那服务不好，不然你把他炒掉了，他没有这种享受了。所以那个经纪人说，我要给他这个虚荣啊，贪污虚荣是不好的词。可是对不起，在我们这个行业，你不贪污不虚荣，请你走。你没有上进心，你不会往上爬。哎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太难了。你看啊，实际上咱实事求是的讲，过去中国有句话叫这个穷文富武嘛。你比如说你要练武的。那玩意儿至少你得吃得好，而且你整天打熬身体，家境得好。这穷人像他们这个编剧，这在穷文富武。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演艺啊，就现在很多想当艺术家，或者想当明星，这条路啊，要照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？旧社会啊，有歧视性的这个看法，三教九流，就这偏，这都不是正门，偏行叫 low 偏行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当然，他这个是旧社会的说法，但是实际上从这个运势上来说，我觉得它的确不像是一般行业的，就是说我付出多少努力，我就应该得到升迁，我就应该得到一个稳定的成长。这个演员这事儿，您付出多大努力，您付出多少才华。甚至老实讲，你像那个，你比如说是咱们讲绘画啊，那天我有一个朋友，算是最成功的画家之一嘛。哎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怀才不遇什么这事儿，他就说文涛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儿了。
现在只有你有1分才华，都给卖到10分，吹到10分，对吧？把粪土卖成黄金都能这么着。他说：“你说你有点才能，早已经被这个榨干了，这个净尽了。说是你，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个人红，你就研究这个明星，你就发现。”哎呦，太偶然了！要叫我说，就是腾他，这是这么就红了。你这他真的是有点非常不走常道的一种。但是演员里边很有意思，有一个，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做监制嘛，哈，监制和导演呢最爱骂的是那个找演员的副导演，以前做的啊，就说你这找的不行，你这什么啊都不行，群众演员也难看什么的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呢叫他找演员。说都不行，不好看。那副导演开始咬牙了，说：“那你们能不能每集加1500块钱预算？”我说：“那怎么弄？您要是加，我把那谁谁谁叫来。我们也不知道那谁谁谁是谁。我说可以给你加1500。第二天来了，女演员，漂亮多了，就加了1500。哎呦，真的，他这个演员特约演员什么，这都很明显。”你就加500块钱就好很多，哎，真是太残酷了。哎呦，你知道，我很早就崇拜副导演，我一点也不崇拜导演，因为那个我还记得，就是第一次，就是这个我是20年前，当时拍一个还什么老豆酒吧，我们那个拍个肥皂剧，然后要找一个窦文涛的女朋友，我当时恰恰发现副导演说：“哎，窦老师，他让我挑，对吧？哎，窦老师你来到一间屋，我看他就一个黑板。”上边全是贴的小照片，哇家伙，得有上百个，下边都是手机号码，哗哗哗哗哗哗，你选谁，马上就叫来。哎，我说你这工作倒不错，所以我就觉得以后我有小孩，肯定不会让他走这条路。就比如说别的行业，就说吃苦，我可以吃苦啊，可以熬夜呀，扛大包，然后就是努力，这些都可以。但是那个屈辱感的吃苦，我觉得还是挺难忍受的。哎呦，屈辱感，对你被挑剔说，哎，你这个头型长得不好，你膝盖长歪了，太多了，就这东西有，我有同学屈辱在哪里呢？就像其他工作也会被批评。去试镜就说你腮帮子太大了，人说你呢？不是，我有个同学啊，对，他就跟我说了，他说对不起，这爹妈给的，你要用就用，不用算了。觉得受伤害，就这个问题，这种情况太多了。还有些戏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我知道有一些他在演着，拍你，还差最后一条了，这时候主演来了，主演的合约是到场就拍，他1分钟也不能等，对，他不能等你，于是你差最后一条，你已经拍1天了，你可以收工回去了，你得停。换光换机位拍他，那他们还是校友同学，他就得想我是不是要求他，让我把这一条拍完，就屈辱啊，是吧？对，那他就得去求，人家说可以，你先拍吧。哎呦，这我是谢他还是不谢他？没有，这是从市场营运来说，这是那个叫价能力嘛。是的，是的，当然它是正常的。从市场角度上，这些从行业行规讲都是正常。这是，但是呢，你从人的让人不舒服的地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种不舒服的，你们说屈辱的情况，不现在这个演艺圈哈。在其他企业什么都我有一次特别震撼，也是我去一个就是去探班嘛，然后那个导演就骂那个女演员说你长得太脏了。他说脏不是说就是没洗干净的脏，就说她有风尘味。我觉得人家也是个清清白白的18、19岁的小姑娘，我就觉得你做其他的行业，说你活干得不好，说你这个不够麻利什么的，就这些指控，我觉得你都是可以容忍的。但是说你长太脏了。重点在这怎么办？这还是很屈辱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怎么办哈？为什么那个女演员不？那然后骂回去，你才脏了，人家转身走了，因为他知道我忍住这个屈辱，我的获得的东西好大。我可能演完这个戏，我光荣，我进军国际影展，剪个彩1000万等等。这是选择付出，因为类似的那个 humiliation 哈，发生在不同领域。比方说你在出版界哈，我也见太多了，
编辑或者记者写个稿子过来不好，那采访主任说什么？文盲是吧？你文盲啊？你手残的，怎么写的字那么丑啊？什么什么？哎，那个小记者说：“那你自己写吧，我不干了，回去。”因为很简单，我在这里受被你骂，我拿的是月薪12000港币，我出去工作可能可以其他工作找个9000。每个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有弹性哈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回到你刚说什么有没有受害者，有没有迫害者，往往是说你自己选的。其实你不能只怪说，哎，这个很差，他骂我，那你干嘛要留下来呢？这种事情永远有2个错误。第一个，对方当然不应该这样羞辱你；第二个，你不应该选择接受这种羞辱。你不要选择完之后就说这个人很差，这个那个，你选的嘛，方舟。这也算是这个梅花相诉苦寒来，真的。你说我有时候想，你记得陆游啊有一个词啊，就是零落成泥啊，碾作尘。好多明星的命运，你看，包括民国的时候，零落成泥碾作尘呐，被人踩在脚底下。你有过那样的时候，你才唯有相如故啊。所以我们行业一般都怕跟刚红的演员合作。为什么？他反弹得很厉害。他原来被踩成泥过，所以他现在刚红了起来以后，很难伺候。他得狂成什么样？对，他过2年，他习惯了就好了，火气就退尽了。对，他就唯有相如故了。谢谢。剧你像这个水平高的，他能达到个什么价？挺高的。现在最贵电影能有多少钱的剧？电影呢，现在能够有几百万，写一个本子啊。电视剧高的能够达到几十万，就是40-50万了，一集吗？一集了。但是我们演员啊，很多是一个戏是1个亿到1.5亿，这不能比。但是据我所知的这几个能够拿到30-40万以上的一集的，他们一般是要写7年才写出一个来。对。哎，不对啊，但我听说现在很多编剧都是带着团队。大家一起弄，对吧？然后那种的便宜，那个它快速，对，快速1年。比如说几十万一集是这个编剧的，然后他在1个月多少千给这下面小孩。这种团队的话就拿不到那么高。制片方都贼着呢，你去发1-2包，他给你钱门都没有。老听人说这个剧本嘛，一剧之本嘛。哎，但是您说今天这个娱乐界啊，它是角儿大呢？还是本儿大呢？还是角儿大吧，这不得不承认。是的，因为现在是这样的，你比如说以电视剧来说啊，电视台是，平台也是，你是什么演员，我才买。那实际上就是说，你如果一开始搞定演员了，你这个戏基本上就挣钱了。所以你看，我记得我对他这个演讲啊，这个有点印象深的，就好，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有没有改善。就2016年的时候，他讲，他说什么市场需要这些烂剧啊，什么市场需要啊？他说所谓的市场。就是那几个大电视台的那个购片人，而他大多都是中年妇女，他们色情狂，就买这个小鲜肉，就是他们这色情狂把那个带出来，这就是王爱林。对，因为这个各电视台购片部门吧，你去看的话，基本上是女同志，而且呢是这个到岁数，这肯定的，你不到岁数没这个权利啊。然后呢？这几年呢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电视台领导要来探班，这戏在拍的时候买还是不买来探班，那么就要组织男演员去陪领导吃饭了，不再是女演员去陪领导吃饭了，明白吗？李安你就放心吧，以后就是基本上没这事，你拍电视剧基本上轮不着你。对，没转过来，为什么要男的陪？因为都是女领导购片的。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拍一个戏呢，他是这样。他的男演员呢，都是一些实力派演员，实力派演员都长得不好看，一挑男1、男2、男3全那样，不行。说那领导来了，那就把这个服装、副导演、化妆小伙子长得精神的收拾收拾，说你们陪领导吃饭，女演员一个都不许出现，这样卖片儿。而且你去看一下现在大的
影视公司、发行人，现在都变成小伙子了。这就要不是编剧他会看戏是，这跟我们以前接触，以前发行各个公司都是小姑娘，漂亮小姑娘买片儿。所以你想，这个海林兄讲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会引起我一种这个不可知论的怀疑。你就比如说试看今日之市场啊，所谓竟是谁家之天下。你知道我听他说的多了呀，我确实产生一个晃范儿。因为什么呢？比如像我们做电视节目的，我们就知道，假如这个一切都是可信的，对吧？我的收视率好了，那么我自然就应该往这个方向走。但是呢，他给我制造了一种阴谋论，至少在我脑子里就是，假如这一切都是可操纵的呢？我现在就看到有些投资商啊，我就觉得就是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那既然投了钱呢，他必须成功。他怎么必须成功呢？就是所谓的上手段。你比如说业界也有这种传闻了，买数据啊，给做数据啊，说这戏没拍好，这戏没拍好怎么办呢？走其他的公关的渠道，把他的口碑弄上来。所以现在宣传费很高昂。你看现在啊，一有个人啊做了一个什么活动啊，做个什么，你看下边那个跟帖，我已经明显的能看出来，那肯定不是真实的这个粉丝。那就上次王海林就讲嘛，他说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粉丝叫好的都很可疑啊，他说只有我的那个粉丝长期观察是真的。那我的微博底下就是长期以来18个粉丝，我一直关键是你说的，我长期观察是真的。但是你想你看哦，就是如果真要给钱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些数据它其实还是相对真实的。就是如果你不要说，你像微博下面你留个言是不要花钱的，你看电视是不要花钱的，有时候你点个网剧，如果你愿意忍它前面那个广告的话，你也可以不用花钱的。但凡说到要花钱，比如说现在，特别是网络平台，它会有一个数据的这个统计，比如说这个网剧上的时候，有多少人买了我们的那个会员，那个会员大概一个月不知道多少钱的会员，或者是电影上的时候，那个钱是真的嘛？这个钱是真实的钱。电影有一个行话叫票补啊，头3天的这个票房，我的意思都是制作公司自己买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投资方真的挣到兜里的钱，他是看得见的，他是知道自己挣了多少钱。对，就现在就是变成你营销的成本越来越大。对，营销成本因为你原来就是说我拍了电影我就该收钱了，我还得花钱。我得去买票去锁场是吧？锁场现在还有技巧，锁是前几排后几排，反正中间出现过是吧？就是你买10张票也不行，锁不了一场，因为没人来看，他还知道的锁到你这个影院必须给他排啊。现在都是有。但是王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，你就是常年一直痛批这个烂片啊，这今天大家都在说这个烂片烂剧，什么充斥着咱们的这个视听啊。你看我这儿脑子里有2观点，一个观点是咱们马家辉，我们香港的一个作家啊，他就说他说这个烂片是必须要有的。他说你看香港电影，当然咱也不能说王晶拍的都是烂片哈，但是香港人他就那么说，他正是因为有王晶拍的这么多的这个你们认为的烂片，他才滋养出了几个一代宗师啊，或者是什么谁呀，滋养出一些好的。你即便是好莱坞这一年生产的片子，80%-90%，也可以叫做烂片吧？是的。所以说对这个烂片烂剧，你觉得它是不是就是像土壤一样正常的一个现象呢？是，这个是正常的，一定是烂片是多数，但是不正常的是有一些烂片呢被包装成好片。我是有这个嗅觉很敏感的，一闻就闻出烂，我就知道这是烂片，我不去看。但是如果你怎么闻？你教教我。有些戏是对。有几个演员，他只要出现，他就是烂片啊。能说吗？能说吗？能说的那些。对，我觉得是。我一直有一个公式嘛，我说这个只要出现小鲜肉演员靠小鲜肉的颜值来卖的，这个戏一定是烂剧。你去注意，只要是他如果是一个搭在里边的，有一个好演员搭着他是配没问题。你比如说老炮儿没问题，你旁边搭多少小鲜肉没关系，因为主演是冯小飘，是吧？对，这些你去看这个，但是主演是小鲜肉，靠他卖这个戏，
如果他再搭上大 IP， 我有一个模式，大 IP 加小鲜肉，这个一个模式，这个模式一再是。但这个现在很火啊，这种模式。但你看哪个成功了没有？但电视剧很红啊。电视剧一塌糊涂红的。电视剧我就要说，电视剧跟电影还是有些区别，就是电视剧是我们叫 to B 的，那个叫 to C 的电影。怎么解释 ？to C 呢，就是 B to C 呢，是一张一张卖电视台。对，你那个电视剧是卖给机构，电影是卖给一张一张的票，卖给一个一个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你操纵不了。很难控制，你要操纵它，你就得花钱，就比如说票补，真金白银你得掏。但是电视剧搞定人，是吧？哪怕网剧搞定人，说白了是这样。那么你何以搞定？人家也要向领导有交代，你就告诉他有大 IP， 有小鲜肉。小鲜肉为什么可以卖钱？因为它有流量，它可以兑换成多少个观众看过。所以呢，这个就可以。所以这些一切的一切，没有人谈到剧本，就是故事内容，它就一定是烂片啊！这就编剧协会的也是。我听说现在的卖片的模式就是你的主要男女演员是谁，故事大概是什么，然后基本上就能定出大概的价钱了。他刚才说的票补，我有点感觉哈。其实我也是就是不知道看什么时候就说哪个电视卖的好啊，对，这不就票补起作用了吗？对，他票房排前头，对，我就去看看呗。那反正这真碰上过就特恶心的电影，特别恶心。所以这就是这个烂片高票房的这个问题。是这问题你怎么解释？烂片啊，高票房，其实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一部分观众。这其实是冯小刚有一个论点啊，遭到很多人痛骂，就是说他说是因为有垃圾观众。当然这个说法呢可能是偏激的啊，就是说他翻译一下呢，就是说我们很多观众的趣味确实还是可能更适合看烂片。对，所以烂片不应该当成个贬义词。是，它是跟你的整个的大众的欣赏趣味是有关系的。就有一段时间呢，这个收视率，我们开始并不知道收视率被操纵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研究说，哎，这几个戏为什么收视率都高？我们怎么努力超过它？后来研究了一阵以后，我发现了，我们确实比较难找它这些戏的那股劲儿。就是他要有一种，你要找到那个劲儿，你的戏收视率一定高，就是要有一种傻逼感，就是找着了啊，就是而且你要创作者是真心的，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感觉里边去，你塑造出来的那个戏，就他一定收视率高。你还不能说我瞧不起你观众，我是有点勉强给你们写这个啊，你不就是爱看这个？哎，这不行，你得全身心的，就你得认可他。你得同意他，你是那个价值体系里装傻充愣，对，从骨子里。因为现在我就发现啊，他有时候一环套一环呐，真的容易。我那天跟一个广告客户就聊，我说你看，实际上呢，谁关心最终的真相？比方说做节目的人，投了钱的人，咣叽，我这节目那个要收视率吧，哎，那这个收视率咱是不是可以做一做？要口碑吧，口碑也可以做一做。实际上对于客户来说呢，这个投放广告客户来说，他也是个经理，他也是个跟老板要交差，对吧？说你看，我也是拿数据说话，我为什么跟这家投放跟这个戏投钱呢？因为你看他这数据，就是今天所谓的数据社会，数据摆着的呀，那他的老板也能认可，否则我又根据什么来定呢？那于是最后就变成谁都没做错。所以这个世界，我跟你讲很有意思的。我现在慢慢就觉得，我觉得王海林提出来的，到我脑子里想到的是个哲学问题，是个世界的本质的问题。就是说啊，其实是不是大家都在似是而非的活着？你明白我说的意思？就是说，就是似是而非吧。就有些时候你看中国有句话呀，就这个无为有处有还无啊，这个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声势造起来了。你说它是造的，它是假的，可是呢，也许真的大家就追看了。就像马爷说的啊，是排行榜第1名啊，都去看，那人就是多了，看到你的广告的人也就是多了，你的销售就是上去了。于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建构成了。
是，你说这事我儿有意思吗？是听说有电视台，嗯，直接他电视台卫视不是有排名吗？有某家电视台新的这个 CEO 上了以后，就开始买收视，买他们台的。他从来没有人这么干，结果买了一阵以后，就不用买了，他还真上去了。哎，他排名排到前头以后，他真上去了。对，这种在商业上的这种托儿很多。你比如过去那个刚改革开放时候，前门那个商业大街卖鞋的，每天早上都有15到20个人托冲进去买鞋，然后呢，他买完鞋呢，他到这个上午11、2点就回来就给退了嘛。对，他们是领工资的，但是每天都很认真的去。哎，他后来就变成那个地方真的挺火了，对，天天火着。后来就不用他们了，就自动这托就全就不还真不是托，就后来就没托了嘛。哎，所以那阵儿商业的商托很多嘛。那种商托呢，它还不像这个，就现在就什么酒吧里那种酒托，酒托它比较孙子，就是他喝完了以后，他给你喝那酒不值什么钱，让他算你身上，这种现在打击很重。他那还真没有，就是我买我的鞋，你旁边就是看着，你愿意跟着买就买。中国人的从众心理重啊！其实我甚至现在马爷，我都有一个感觉啊，就是当然很多有知识有文化，包括像这个汪老师这样，他们真的是有专业水准的人啊，他们就经常这个不满啊，就是现在我们给人民群众提供的都是一些什么精神产品呢？就是当然有好的啊，有一些比如像北平无战事啊、琅琊榜啊，这都是有口碑的嘛，对，有好的，但是呢，确实充斥着很多特烂，他们就特别忧心如焚。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甚至有那么一种观点，就是说，哎，说实在的，您发现没有，像咱们这样的人，您呐，其实不需要这个工业为你生产什么，你明白吗？你的精神生活很丰富，你自个儿在家里就看书，你玩古董，你电视剧不好看，你是可以不看的。有时候我看进去了也不会学坏，也不会学坏。其实我有时候真觉得，就是说，所谓有自己精神世界的人，比如爱听古典音乐的人，或者有个自己爱好的人。你还真蒙不着他对他来说，他也不特别需要这些。有好片子我就去看，你要是遍地烂片我就不看电影了，对吧？我的精神生活有别的去处。但是的确就是这种大量电视台的观众，大量的这个互联网的这种用户受众，他就需要很多东西来填充他的这个时间呢。那么你说，如果最后就说他们挺满意这状况。都有流量了，大多数人就是接受你给他的选择，对呀，他是被动的选择。其实你的整个的文艺创作往哪去，你就带着他往哪去。就是您刚刚说的，像我们这些人不会，对，你想带我们也带不走，对呀，对吧？但是大多数我们忧心忡忡在于这儿。就比如说我最近说到这个，比如说盗墓题材的问题。马老师他收藏古董，马老师盗墓盗墓，但是题材的片子都跟盗墓没什么关系。但是你比如说像，我就最近觉得，你像《老九门》这片子，9个盗墓世家，盗墓还世家，这不是这片子就叫《盗墓世家》啊？就是这《老九门》说9个盗墓世家的故事，上来就讲这9个盗墓世家有情有义的故事，哎，就挖坟各种。这种戏呢，现在是我们主流特别这1、2年主流的电视台、网络平台甚至电影在放这个大量的占据中心位置。我觉得不是说不能拍，就这位置不对，是吧？你最好的演员、最好的公司都在干盗墓，咱1年能拍出几十部盗墓的戏来，我觉得真丢人。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，真的是。就是我也说到这个问题，我就说，这个盗墓在刑法上是7年到10年判刑，然后强奸是7年到10年，盗墓是10年以上，无期甚至这个死刑。我们国家盗墓是有死刑的，这比强奸还重，合在一块就是这个会淫会盗。对不对？那我们创作，就马老师他们那一代到我们这代，其实每一代还是有一些传承的。因为我跟周静之老师，我们都还挺熟，他都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创作呀或者什么会聊，会说这个文化上的这东西啊。他比如说某一个话剧啊，他说我看了，他说我看完就很难过，他说我见过糟践祖宗的，没见过这么兴高采烈糟践自己祖宗的。
所以这个东西吧，我觉得是一个，我们再不说就没人说，真的，因为他们这些戏还挣钱，你年轻人看了就觉得，哎，盗墓还有崇拜那个的。对，他这个盗墓的这个影视剧啊特多，那一年好多，我看过好像1、2部吧。然后首先我觉得他那个盗墓根本就不是盗墓，就是历史上也不是，全是胡编乱造。是的。然后那里的好底下都成地下宫殿了，那哪儿，而且都跟魔窟似的。看完了我也记不住是这个电影是谁写的、谁拍的、谁怎么回事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就问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事儿特感兴趣啊？他就是有一个未知嘛，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未知的抱负。赌博啊，谁也赌不过亚洲人。亚洲人谁也赌不过这个中国人，中国人敢把全家都抵上去。过去为什么连老婆孩子都抵在牌桌上，你知道吧？他什么都敢干。那盗墓也是这个，所以这个盗墓呢，就自古以来啊，就是很神秘的一个行业。这行业呢，当然你刚才说那什么9代什么的，我是头有点瞎掰啊，对，那不可能，那个很不光彩的。你知道，就是我自己啊，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流行潮流里啊，我发现我是一个就是说没什么主心骨的人，就是很多时候我比较倒霉都是什么呢？我就经常跟他们说，我说你看所有的事儿，哥们都有先见之明，我都知道会那样，但是呢。最后我一定就从了你们了，对，一定从了之后自己掉沟里，哎，这就是我的宿命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王老师，我想跟你讲的是这个，就是说，你比如我听你讲啊，听马爷讲啊，我都觉得哎，跟我是一个价值观的，我这个价值观呢，但是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啊，我可能价值观塑造于80年代，那好比说80年，那我心里是觉得，你比如我要是编剧，或者我要是导演。谁都想挣钱，但是呢，我有个丢人的标准，这事儿我要干了，我是知道丢人的。当然，丢人的事儿我也真干，但是真干我也会跟人承认。有数，哎，我说哎，扫眉大眼，这太丢人了，这最好你别跟人说去，我偷偷让我把这钱挣了，我是知道丢人的。但是呢，与此同时呢，我有时候在这个社会里啊，我会产生自我怀疑，比如说，我就一定是对的吗？还是社会变了？时代变了，难道说今天的这个90后乃至于00后这些孩子们，人家爱看什么？人家爱看偶像明星啊，那么难道说我就有资格去跟人家说，哎，你们这导向不对，对吧？听我的，这才是好的作品。就是我又缺乏这种信心，但是我发现你们，我很自信，就能很断然的就告诉别人，因为是这样的，影视作品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任何人都有这个权利。但是你要说哪个好哪个坏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的，因为好和坏有标准，喜欢和不喜欢没有标准。哎，我知道什么好还是坏，我要告诉他们，这就是我做的事情。但是我看见很多人其实看这些影视作品呢，它就是一个消磨时间。他可能也没打算从这影视作品里头得到一些什么。我有时候看这些片子吧，就比如大热剧哈，我甚至带着一种就看他有什么槽点的这种想法在看，它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。我并没有投入剧情，是吧？我就看，哎呀，真傻！哎呀，这演员演成这样，哎呀，这剧情太二了。然后还上微博去看一下啊，有时候还看一下弹幕，弹幕也在骂。你有时候跟着一起骂，它其实是一种我工作之余发泄。就是烂片给你的娱乐性，可能有的时候还高于好片。不好意思啊，有时候还真是这样的。特别是看着弹幕大家一起在那吐槽，有时候还挺过瘾的。就是这事儿属于，就是说，大家看影视剧可能还真不打算从那里头得到些什么养分，比如说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。也许人家可能好的作品，可能搞不好真能给人这样的滋养哈。但很多作品可能我们就是消磨一下时间而已。你消磨可以，但是如果这个国家全是这类片子，那就把这个国家的彻底搞烂了，这个心态也搞坏了，然后社会的价值观一旦发生混乱，每个人都会变得不舒服。我们今天很多生活中的感觉不舒服，是社会价值观的这个改变。是啊。追光吧哥哥，重返21，你21岁的时候在做什么？21岁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接过任何德云社以外的演出。那个时候那些年刚火，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飞。21岁的时候，我在念大学，
然后在购物台做模特。我在广州上大学，上大3，正在参加我燃烧不少年的海选。我21岁，好像是我还没有出道吧，出道前1年。21岁的时候在海外，然后在不停的训练努力出道。刚来北京，没什么事儿做，跟身边的朋友帮他们拍视频什么的。21岁的时候我刚刚来北京参加男团的训练。咋入选的？在网络上，在广州拍平面嘛，火了一下，就是那个时候的网红。是因为向山下智久吗？也有很多人说过。你觉得什么样的表现算是红？通告不多，买家认为你很好，艺人是一个买家秀的一个状态，就是有人愿意去请你，就代表你红，你有价值。你觉得自己最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太子妃刚播出的时候吧。我一直都不红，所以期待这次21岁红一次。你还不红？30年前都包车追你们了。这要别人说，我没怎么最红过。你知道你的好兄弟怎么回答吗？我自己最红的时候应该是未来吧。差不多啊。有哪些表现值得期待一下？我没有红的时候。没有被人认出来的时候吗？那我可太红了，我目标太大了。哎，薇薇，有哪些红的表现？那个时候有很多身边的人会在朋友圈发说，哎，太子妃这个剧怎么着，还挺好看，好搞笑啊，剧组怎么样，我就会意识到，哎，他们在看我演的戏，就是觉得哇，红了，就是有一种特别真切的红的感觉，有一种当演员被认可的感觉吧。红的表现，那就是完全就剧本看不过来，就忽然之间一下10-20个剧本摆在你面前，然后还有就是你所有的你的档期就会非常满。就是每年到固定的月份都是各种活动、各种颁奖礼也好，就是你几乎每个都要走一遍。有时候一晚上我赶完这边的场子，脱了下衣服就要去那边的颁奖礼。对，就属于这种状态。其实就现在的这一批，现在这个年龄20多岁、30岁的演员，正好现在就是这个阶段，游走在各大颁奖礼跟时尚盛典上。其实我们也原来都是曾经也是这一路走过来的。是有摄影机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就跑啊！天哪，真的是要跑不然他真的跟你 PK 了。那时候理解工作的安排吗？那个时候不了解，真的是不了解。那个时候刚刚出道，所有东西都听公司的安排，包括回答问题，我都得按照公司写的答案来告诉你。比背歌词难吧？对，就不知道要怎么说。前几天开始，我知道我可以说我自己想说的话，我可以做我自己。你觉得自己当时有好好对待自己的红利期吗？还没有发生，不知道。未来可能会吧。没有，那时候可能都太轻浮了吧，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很红啊或者什么的。其实完全没有，人都有这一个时期，你知道吧？我个人认为谁也别吹牛，就突然有一天你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，你突然有一天变得自己强大，是个人，他都会有眼神飘了的那一个时期，只不过那个时期长或者短或者飘得太高了。我干什么都行，干什么都是对的，反正我有各种戏牌，我随便演，我怎么演都是对的。都有那一个时期，我一样，那个时期整个都是这么经历过来的，因为觉得自己不用付出任何努力，得到的相对于比较容易，就没有那么难的路走嘛。如果把那个时期的我换成现在这个时期的我，那我就觉得完全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也有也没有，我之前也没有那么多通告，只不过有一个通告去了，我确实也没走心，然后出了一点点小状况，别人跟我说的，说你师傅当时就跟人家争取了一下这个机会。那阵我的想法就是，哟，我师傅能为我去跟人说，再给烧饼一个机会，我觉得他，哎呀，特别心疼。我为什么不努力？为什么态度不端正？然后让我师傅去跟人说这话，你这太没必要了。那阵还小嘛，当时我还并不感觉，哎呦。争取这个机会，我得好好把握。经过这个事情，是不是工作态度就有了改变？我就开始就是对每一次机会都很把握。我要认真的完成某一件事，给人留一个好的口碑。我不要给我师傅丢人。那我那时候也挺珍惜，因为我们在做模特儿的时候，我又一边就是在上大学，我一边可以赚钱。我每次要去那个购物台做模特儿的时候，我都特别开心。我知道我今天一来一回家，我又有钱了。其实好好对待了吧，因为在那之后接的戏就是一直在接戏，而且有一段时间是受伤了，我也还在剧组。我觉得我是认真的，
就是摔骨折，就是右脚。你现在跳舞的时候影响吗？跳舞我不知道，但是有的时候走路会突然疼一下那种，但也不是后遗症。可能老了就会一直。对，现在已经开始疼了。我其实挺心疼那个时候的自己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是超忙，走到哪睡到哪。因为那时候是飞轮海，然后还有拍戏是尬在一起，就是只要你没拍戏，就是录音、拍 MV， 周末就签唱会。你1到5在拍戏，然后周末在签唱会，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什么周6、周日健身几啊，不知道上工下工，收工就是去唱片公司练习唱歌、练舞，对，然后周末就是表演，就没有什么时间睡，真正的去睡觉，真的走到哪可以睡到哪。就是车上这样，就睡着，人家在化妆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帮我们把那个大东的头架住，因为他睡着了嘛，就是一直这样，架住，然后这边化妆弄头发，好，下一位。然后下一位也很累，然后架住了。重返21岁最想做什么？重返21岁，我可能会去学跳舞。执念。不瞒您说，我其实因为那时候学美术嘛，但向往可以做一个彩妆大师，你知道？来对焦，买，老妈色。对，就是其实想当一个造型师啊、彩妆师啊，或者萨玛斯 Tony 老师。不当艺人，去体验一下别的嘛，当那种贝尔那种吃昆虫的那种。就去冒险家，当艺人不影响可以和贝尔一块去冒险呢？那我还是想演出，搞不好真有节目，回头找你跟他一块去冒险。我瞎说的，不要当真啊，各位。不要说回到21，回到19，我回到17、18，我可能会做一个更向上的一个人吧。你一直很向上，但是你没看到萎靡的我。说实话，之前看到您的奇装异服，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接受穿成那样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。因为你不知道我出了专辑，那个专辑叫做《千面》。我觉得我是一个以核心做事的人，就是当下该做的事情勇于尝试，而不是说他穿成这样，他就是心态就怎么样，不是，那个只是那个阶段性。我是秉持的做一件事情的态度，我不能说我很勇敢，我只是说我做自己最快乐的事情。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任何可以后悔的。我认为我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我肖正尧自己选择的，没有人逼我。如果重返21岁，最想对自己说什么或者做什么？好好保持身材，不要胖。你真是无忧无虑啊！哇塞，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啊。当时觉得自己无忧无虑吗？当时不觉得，选择没有错。当时还有毕业大戏，自己去争取了那个男1号，得到了，这个时候就因为去了那个就放弃了这个。你那时候太拼了，拼的有点伤到自己了。练习是要是有逻辑的，不要就是盲目的努力。孙子，开玩笑。就觉得还好你坚持来了，因为你这个坚持背负的不是因为自己的梦想，而是妈妈的梦想。当她有一天看到我真的登上了我们家那个大舞台的时候，她就哭了。她跟姐姐说，希望我帮她走完她没有走完的路。妈妈最近有看你的舞台吗？看，所以说想对那个时候来说，还好你坚持下来了，因为你现在成为了全家的骄傲。